全球异变，每个人都会变成自己吃下的最后一种动物。有人吃了一碗牛肉面，蜕变成战力滔天的上古黑龙；有人啃了根炸鸡腿，蜕变成浴火重生的不死凤凰。而我上一世随手吃了份黄焖鸡米饭，只觉醒了毫无战力的唱跳 rap 技能，在凶兽横行、弱肉强食的兽潮末世里，没撑多久就落了个惨死的下场。如今我重生回到灾变前夕，提前知晓末世降临的所有真相。我步步为营，精密布局，发誓要站上这个兽变世界的至高王座。我最先锁定的目标就是猫头鹰，它生来拥有极致夜视能力，听觉灵敏度远超世间绝大多数生物。只要能获得猫头鹰的天赋，就能彻底无视黑夜危机，在危机四伏的末世暗夜中成为无人能撼动的暗夜王者。第二个必选的就是美洲电鳗，它体内能释放出800多伏的超强高压电流。上一世就有兽变强者凭借电鳗天赋在末世里横行无忌，无人敢惹。打定主意后，我立刻上网搜索各类体质强悍的逆天生物，一只看似不起眼的蚂蚁瞬间抓住了我的注意力。普通蚂蚁都能扛起自身400倍重量的物体，而子弹蚁更是蚁族中的顶级狠角色，位列全球10大剧毒生物榜单。猫头鹰能给我带来极致夜视和超强听觉的感知能力，美洲电鳗能让我掌控高压雷电的强悍异能，子弹蚁则能让我继承蚂蚁的逆天怪力，还能解锁超强咬合力和致命剧毒折刺。战力、感知、剧毒能力全都配齐了，可我还缺最核心的防御能力。在残酷的末世里，防御能力拉胯，就算攻击再强，早晚也会被其他兽变者猎杀，或是成为变异凶兽的盘中餐。既然重活一世，我就要把自己打造成没有任何短板的6边形全能战神。说到防御，到底选乌龟还是鳄鱼更合适？上一世我亲眼见过有人灾变前吃了鳄鱼肉，兽变后全身覆盖鳄鱼鳞甲，力量、咬合力、物理防御全都强悍到离谱。还有网友在评论区推荐球鱼，说它的外壳坚硬如天然铠甲，连普通子弹都能直接弹开。可球鱼是国家濒危保护动物，根本没办法合法获取，我直接放弃这个选项。就在我思索之际，突然想到了生命力堪称逆天的水熊虫，只要能在灾变到来前吃下足量的水熊虫，就能继承它的不死体质。这种生物号称只要太阳不毁灭，就能永远存活，能扛住极高温、极低温、超强高压的极端环境，就算被扔到外太空遭受核辐射，只要不在核爆中心，都能毫发无损。更重要的是，水熊虫在全球随处可见，潮湿的土壤、苔藓的水膜里到处都是，是最容易获取的逆天底牌。可难题随之而来，连外太空都杀不死的水熊虫，到底该怎么处理才能食用？我立马上网查阅专业的科普资料，终于摸清了它的弱点。水熊虫通体透明，遭遇恶劣环境时会自动脱水蜷缩成桶状。科学家曾把它放在150度高温、负200度低温的极端环境中，恢复常温后依旧能复活。原子弹级别的核辐射、马里亚纳海沟6倍的水压都无法将其杀死，但它有致命软肋，用紫外线杀菌灯照射15分钟就能彻底致死，24小时内完全失去活性，高温蒸汽、明火灼烧也能将其灭杀。掌握所有关键信息后，我立刻争分夺秒开始行动。距离兽变浩劫只剩下3天时间，我必须抓紧筹备专属的兽变食材。我先网购了显微镜和紫外线杀菌灯，用紫外线灯灭杀水熊虫最稳妥，能避免丢失微小的虫体。我居住的小镇外围全是农田和山林，到处都长着苔藓，正是水熊虫的最佳聚集地。我立刻进山，大量采集苔藓和地衣，准备回去筛选水熊虫。就在采集物资的路上，一条10几厘米长的蝾螈从路边草丛爬过。我突然想起，这种生物自带超强自愈天赋，拥有断肢重生的逆天能力，赶紧上网向网友求证。得到蝾螈可以无限再生、生命力极其强悍的准确答案后，我瞬间激动不已。水熊虫的不死体质搭配蝾螈的断肢重生能力，2种逆天天赋叠加，我在末世里几乎就是无敌的存在。我先把蝾螈带回家妥善饲养，随后骑上摩托车赶往县城商场，买下紫外线杀菌灯，还特意准备了高弹力衣物，防止日后兽变时体型暴涨撑坏衣服。与此同时，我在短视频平台私信了各大养殖博主，打算高价收购猫头鹰、美洲电鳗、子弹蚁这些关键食材。忙完所有事情，已经到了傍晚，我在外面简单吃了点晚饭，又去学校借来了显微镜、烧杯、滴管等全套实验器材，方便后续分离收集水熊虫。按照网上的教程，我把苔藓静置润湿24小时，再挤出里面的水分，滴在载玻片上，用显微镜观察。或许是重生带来的好运，我第一次观察就找到了0.1毫米大小的水熊虫。这种虫体肉眼根本看不见，想要攒够几百只，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。忙活了大半天，只找到了12只，想来是苔藓润湿时间不够，大部分水熊虫还没从苔藓里脱离出来。不过只要方法可行就够了，我没必要把所有时间都浪费在收集水熊虫这件事上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弹出消息，专门做昆虫养殖、靠蚂蚁圈粉10几万的博主周志明回复了我的私信。第二天一早，
我先查看了饲养的蝾螈，它状态依旧鲜活，暂时不用处理冷藏。随后我按时赴约，来到周志明的私人养殖基地。基地里的玻璃缸摆满了各种冷门昆虫，角落处正好放着我急需的子弹蚁。周志明格外爱惜子弹蚁，就算是死去的个体都会做成标本好好保存。我直接开口要买50只活体子弹蚁，顺带再要一些死亡个体，二话不说就直接转账。周志明心里暗自后悔报价太低，同时也十分好奇我为什么连死昆虫都要。在基地闲逛时，2个外形像铁疙瘩的甲虫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周志明介绍说，这是铁钉甲虫，号称自然界外壳最坚硬的昆虫，能承受自身体重近4万倍的压力，要是按比例放大，肉身防御堪称自然界的天花板。听到这话，我内心狂喜，这不就是上一世横扫末世的铁甲兽原型吗？当即把铁钉甲虫加入必买清单。周志明看出我势在必得，直接坐地起价，坦言这些冷门物种价格不菲，动辄几千上万。我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花2万块拿下2只铁钉甲虫。此时手里的积蓄只剩下1万多，还要留钱买美洲电鳗和猫头鹰。我顺势向周志明打听美洲电鳗的购买渠道，他刚好认识一个玩冷门水族的朋友，前不久刚入手一条美洲电鳗，却怎么也养不活。如今电鳗状态萎靡，撑不了多久了。那个卖家听说有人高价收购，直接报价5000，周志明转手就翻了1倍，跟我要1万块。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，我懒得跟他还价，当场答应了交易。周志明暗自嘲讽我人傻钱多，却根本不知道末世降临后，再多的钞票都会变成一堆废纸。我们很快赶到卖家住处，确认水缸里的正是纯种美洲电鳗，我当即转账完成交易。卖家还好心提醒我尽快过水养护，我却直接说听说电鳗肉质鲜美，打算直接烹饪食用。这话听得2人当场愣住，心里都在后悔报价太低。既然已经到了省城，我顺路赶往宠物市场，入手了人工养殖的猫头鹰。野生猫头鹰是国家保护动物，严禁交易，而人工养殖的猫头鹰同样拥有顶级夜视和听觉天赋，完全能满足我的需求。花3000块买下品相最好的猫头鹰，至此我所有的核心兽变食材全部备齐。等我回到家时，买来的美洲电鳗已经彻底死亡，我没有丝毫惋惜，立刻动手处理干净，放进冰箱冷冻，打算等到灾变前夕再拿出来烹饪食用。这一刻，我也彻底参透了兽变的底层规则。世人都以为灾变当天体内没消化完的动物肉会被末世能量侵染，让人继承对应动物的天赋，但这只是表面假象，真正的兽变真相，从来没有人能真正看透。之后，我暂时停下收集水熊虫的事情，为了保证兽变当天肠胃里没有其他肉食残留，我连续2天只吃素食清肠。此时我手头还剩6000积蓄，索性全部花光，去镇上铁匠铺采购防蛇武器。普通的刀具根本扛不住末世里的激烈厮杀，适配我后续怪力和雷电天赋的巨斧、重锤才是前期最优选择。我逛遍了镇上所有农具铁铺，只买到一把8公斤重的拆墙大锤，勉强能应对前期的异兽和混乱厮杀。随后我又采购了鳄鱼肉、高热量巧克力，还买了一块机械怀表。末世降临后，电力彻底中断，昼夜难以分辨，只有机械钟表才能精准把控时间。回到家后，我把提前灭杀好的水熊虫密封保存，又把普通蚂蚁烤熟碾碎，做成蚂蚁巧克力豆，方便食用。还把5斤鳄鱼肉做成肉丸子，送给了上一世曾经帮助过我的班主任。我把所有采购的食材全部清点一遍：人工猫头鹰、死去的美洲电鳗、50只活体子弹蚁外加若干蚁尸、2只铁钉甲虫、活体蝾螈，还有密封好的水熊虫，处理妥当的鳄鱼肉一样不差，整整齐齐堆在冰箱和储物间。看着满满一屋子逆天底牌，我心底稳如磐石。上一世我碌碌无为，任人宰割，这一世我手握10大顶级兽变天赋，注定要在末世掀起风云。我严格按照摸索出的兽变规则依次进食。我先是咽下特制的子弹蚁巧克力豆，温热的果肉入腹，一股燥热瞬间蛰伏在4肢百骸，千斤怪力与剧毒折刺的本源悄然融入肉身。紧接着我吞下处理干净的铁钉甲虫肉身，甲壳坚硬干涩，极难咀嚼下咽。我强忍着异物感，咬牙尽数咽入腹中。刹那间，全身皮肉骤然紧绷，一层无形的厚重铠甲覆盖周身，足以抗衡极致重压的物理防御本源，缓缓扎根体内。随后我吃下紧实的鳄鱼肉丸，霸道狂野的兽力席卷全身，鳞甲硬化强悍，咬合力与近身搏杀的野兽本能尽数沉淀。最后我依次吃完猫头鹰肉与美洲电鳗肉，将提前规划好的所有顶级兽变本源全部留存于肠胃之中。全程我小心翼翼，杜绝沾染半点其他肉食，确保肠胃干净无杂质。进食完毕，我仔细漱口，不再摄入任何食物，静静等待全球兽变浩劫的降临。傍晚时分，天色骤然暗沉，整片天穹被诡异的暗紫色云层彻底笼罩，空气压抑凝滞，
沉甸甸压得人胸口发闷。街道上依旧人声嘈杂，行人们说笑闲逛，夜市烟火鼎盛，无数人毫无察觉末日将至，依旧撸串烧烤，吃喝甜品，浑然不知自己此刻吃下的食物将会定格他们这一生的末世天赋上限。深夜0点整，轰！一声无形无质的巨响响彻天地，没有震耳的声波，却在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轰然炸开。末世能量倾泻而下，全球兽变正式开启，无形的震荡穿透天地，暗紫色天幕轰然压坠而下，街边的路灯疯狂闪烁，噼啪作响，灯管接连爆裂。瞬息之间，喧嚣热闹的夜市彻底坠入无边死寂的黑暗，仅剩诡异的紫霭漫溢街巷，冰冷的末世气息席卷每一寸角落。死寂仅仅持续半秒，不远处，方才还在大口撸烤羊肉的壮汉浑身猛然剧震，皮肉骨骼疯狂暴涨错位，浓密的黑棕破腹而出，仅仅片刻便化作一头狰狞的黑棕羊。他双目赤红嗜血，彻底褪去人性，暴力的兽性扑面而来。他身旁的女生异变截然不同，无声却诡异之极。她的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软化，淡淡幽蓝水光萦绕周身，转瞬间，整个人褪成了玲珑剔透的水系背领。恐慌如同潮水般蔓延整条街巷，形形色色的兽变在眼前接连上演，每个人的结局早已被生前最后一餐悄然注定。街边牛骨汤馆门口，一个刚放下碗的中年男人忽然弓起了腰，身躯猛然硬化隆起，肌肉筋骨疯狂暴涨，他彻底失去人性，顽力暴走，低头狠狠一顶，磅礴巨力直接将整辆公交掀得腾空翻飞，重重砸进街边商铺，砖瓦碎裂，钢架弯折，烟尘瞬间漫天四起。另一侧，爆炒田鸡馆后巷，一个时刻跪在地上，浑身抽搐的男人，皮肤迅速变得湿滑斑驳，整张脸蜕变成丑陋的蟾蜍样貌。他猩红长舌骤然弹射而出，瞬间缠住逃窜的路人，猛地一卷便将人拖拽吞入腹中。几杯密密麻麻的脓包轰然炸开，腥臭的腐蚀性酸液泼洒在地，地面滋滋冒烟，快速消融溃烂。在这一刻，最原始、最残酷的丛林法则彻底降临。我站在自家2楼窗边，冷眼俯瞰楼下乱象。就在这时，隔壁楼栋猛然传来暴怒的嘶吼。只见一头体型2米多的黑狼异兽冲破楼道，一爪便拍碎了防盗窗。黑狼异兽落地后，目光扫过逃窜人群，随即锁定一个落单女生，俯身便猛冲过去。那女生吓得双腿发软，根本跑不动，眼看就要沦为狼口猎物，周围人却只顾各自逃命，没人敢上前阻拦。我眼神微冷，虽说不想一开始就高调出手，见死不救也合乎末世法则，可无端欺凌弱小，我看不惯，正好趁这机会试试我叠满天赋的真实战力。想到这儿，我转身下楼，8公斤重的拆墙大锤握在手中，身形一动，夜视能力全开，黑夜事物如同白昼，耳边风声，异兽心跳声也清晰无比。脚步轻踏间，身形已窜出楼道，速度远超普通兽变者。此时那头黑狼异兽正要扑向女生，察觉到身后动静后，猛地转头，猩红目光锁定我，发出低沉威慑的嘶吼。我单手拎着巨锤，周身隐隐有细微雷电弧光游走，重甲防御无形覆盖全身，居高临下冷冷看着他。安分点，滚！黑狼异兽被我身上莫名的威压震慑，迟疑一瞬，随即他凶性大发，四蹄蹬地，带着腥风直扑而来。我不闪不避，体内子弹已怪力全开，手臂肌肉骤然暴涨几分，握着大锤顺势横扫，砰！沉闷巨响炸开，黑狼异兽竟被我一锤砸飞数米，重重撞在墙体上，浑身骨裂，哀嚎不止。他难以置信地抬头，明明我体型看似普通，可力量、防御、气场却碾压他不止一个档次。而周围原本四散奔逃的路人，此刻全都僵在原地，满脸震惊地看向我。一锤重创黑狼异兽后，那只黑狼挣扎着想要爬起，它浑身狼毛沾满尘土，断骨处传来钻心剧痛。原本猩红的兽瞳里终于泛起惧意，接着它夹起尾巴，发出呜咽般的哀嚎，拖着残破身躯一瘸一拐地往漆黑巷子里逃窜。被救下的女生双腿发软，惊魂未定地走到我面前，声音颤抖着不停道谢。我淡淡瞥了她一眼，语气毫无波澜，不用谢，末世里能靠的只有自己，好自为之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她，转身准备返回住处。可刚走没几步，一阵密集又急促的窸窣声突然从街道两侧的绿化带、墙角阴影里传来。我猫头鹰超强听觉瞬间捕捉到异常，眉头微蹙。下一秒，无数指甲盖大小的黑蚂蚁密密麻麻从各处爬出，朝着街道中央疯狂涌动。所过之处，连地上的杂草都被啃食殆尽，是变异蚁群。兽变浩劫的末世能量不光侵染了人类，连世间所有昆虫野兽都发生了变异。这些原本不起眼的蚂蚁，此刻变得极具攻击性。街上还没跑远的路人，瞬间被蚁群包围，惨叫声接连响起。女生吓得脸色惨白，死死躲在我身后，声音发颤：“好多蚂蚁，怎么办？我们会死在这里吗？”我眼神冷冽，周身瞬间泛起细微的蓝色电流弧光，正好用
用这些变异蚁群试试每周电鳗的高压雷电天赋威力如何。我站在原地不动，心念一动，体内800伏高压电流瞬间爆发，顺着双脚涌入地面。滋滋刺耳的电流声响起，蓝色电光以我为中心，朝着四周瞬间蔓延。靠近的变异蚂蚁一触碰到电流，便被电成焦黑，成片倒下。空气中弥漫起一股焦糊味。可蚁群实在太多，前面的刚被电死，后面的便前赴后继冲上来，丝毫没有退却的迹象。光是范围性雷电攻击效率太慢，我当即转变思路。子弹蚁的剧毒天赋瞬间激活，指尖隐隐泛起淡紫色毒素微光，再配合周身电流，但凡靠近我3米内的蚁群，要么被高压电死，要么被剧毒瞬间毒死。与此同时，铁钉甲虫加鳄鱼的双重防御全力开启，就算有零星蚂蚁爬到我身上，也根本咬不透，堪比铁甲的肉身，连一丝皮肉都伤不到。不死不灭的水熊虫体质，加上永远的自愈天赋，更让我毫无后顾之忧，哪怕意外受伤，也能瞬间愈合。短短几分钟后，我脚下便堆起一层厚厚的蚂蚁尸体，形成一道隔绝蚁群的防线。躲在我身后的女生看着我轻描淡写就挡住恐怖蚁群，眼底满是难以置信的崇拜。解决完眼前的蚁群危机后，我刚想开口让她自行离开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兽吼。只见一头体型将近3米的巨型野狗獠牙外露，正横冲直撞地朝这边狂奔而来。它身后还跟着10几个手持棍棒刀具的人类，一个个眼神凶狠，显然是灾变后抱团的兽变者，此刻正追着这头野狗异兽，想要猎杀它夺取资源。可下一秒局势瞬间反转，巨型野狗猛地转身，一爪子拍翻最前面的人，张口便咬断对方喉咙，鲜血喷溅一地。其余人吓得脸色大变，再也不敢追击，转身四散逃命。巨型野狗咬死一人后，目光扫过街道，瞬间锁定了我，似乎是察觉到我身上气息不一般，他把我当成了新猎物，嘶吼一声便猛冲而来，速度快得惊人。我眼神一沉，本来不想主动惹事儿，却麻烦不断。既然送上门来，那就正好拿这头高阶野狗异兽试试我所有天赋叠加的全力战力。想到这，我单手紧握8公斤拆墙大锤，子弹蚁的逆天怪力全力爆发，手臂青筋暴起，周身雷电缠绕，站在原地静静等待它冲过来。周围幸存的路人全都屏住呼吸，远远看着这一幕。巨型野狗转瞬即至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带着浓烈腥风朝我脖颈狠狠咬来，想要一口将我秒杀。我眼神冰冷，不退反进，脚下猛地蹬地，身形瞬间跃起。借着夜视能力，我精准锁定它的头颅，全身力量汇聚手臂，高举大锤，带着呼啸风声狠狠砸下。砰！震耳的巨响炸开，野狗头骨瞬间被砸得凹陷下去，电流顺着锤子涌入它体内，彻底摧毁神经，剧毒也随之蔓延全身。巨型野狗连哀嚎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庞大身躯便轰然倒地，四肢抽搐几下后彻底没了气息。一招秒杀高阶异兽，远处路人彻底惊呆了，全场死寂无声。所有人看向我的眼神只剩下极致的恐惧与敬畏。我甩了甩锤子上的血迹，神色淡漠，刚要弯腰查看野狗尸体，看看能否提炼出有用的兽变素材，那道来自山林的恐怖兽吼再次响彻天际。这一声嘶吼比刚才更加狂暴，带着摧枯拉朽的威压席卷整个小镇，地面剧烈震颤，街边玻璃被震得寸寸碎裂，连空气都变得无比压抑。原本四散的变异昆虫、低阶异兽全都吓得趴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连动弹的勇气都没有。我猛地抬头看向山林方向，眼神骤然凝重。上一世末世初期根本没有这么强悍的异兽，这是重生带来的变数吗？仅凭气息就能判断，这头异兽的实力远超刚才的野狗，绝对是末世初始的顶尖异兽。那是什么东西？不知是谁发出一声惊恐尖叫，所有人都顺着声音看向山林入口。只见漆黑夜色中，一道庞大无比的黑影正一步步朝小镇走来。他身高足足5米，浑身覆盖着漆黑如墨的坚硬鳞甲，头颅酷似黑熊，却长着3根尖锐的血色兽角，四肢粗壮无比，每一步落下都在地面砸出深深脚印，獠牙外露，滴着腥臭唾液，双眼泛着嗜血红光，是变异黑甲熊。围观路人彻底崩溃，连逃跑的力气都没了，瘫坐在地上瑟瑟发抖。完了，我们全都死定了！这么强悍的异兽，根本没人能挡得住。变异黑甲熊扫视小镇，血腥目光瞬间锁定了我，似乎是察觉到我斩杀野狗的强悍气息。他对我发出一声嘶吼，随即猛地狂奔而来，速度快得残影重重，短短几秒便冲到街道中央。巨大熊掌带着千钧之力朝我狠狠拍来，风压都让人喘不过气。快躲开！被我救下的女生失声尖叫，满脸绝望。我眼神冰冷，不敢有丝毫保留，瞬间开启全部防御天赋。铁钉甲虫的极致重甲，鳄鱼的坚硬鳞甲，2层防御全力叠加，肉身仿佛化作无敌铁壁。同时，水熊虫不死体质，增域天赋全程待命。面对横扫而来的熊掌，我不闪不避，单手紧握大锤，子弹以400倍怪力彻底爆发，全身肌肉紧绷，将力量汇聚于锤身，迎着熊掌狠狠砸去。砰！金铁交鸣般的巨响炸开，气浪朝四周疯狂扩散，街边垃圾桶、护栏瞬间被掀飞，我被巨力震得后退3步，脚底在地面划出2道深深痕迹，手臂微微发麻。
而变异黑甲熊也被砸得身形一顿，显然没占到便宜。他彻底被激怒，疯狂嘶吼，再次挥舞熊掌，接连猛攻，每一击都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，砸得地面坑坑洼洼。我凭借猫头鹰极致夜视，精准捕捉他每一个攻击动作，灵活躲闪，同时操控美洲电鳗的高压雷电，一道道蓝色电光朝黑甲熊轰去，滋滋电流声响起，雷电砸在他黑甲上，溅起无数火花，却只能留下浅浅焦痕。单纯的雷电攻击破不了他的防御。我眼神一凝，立刻转变战术，子弹以剧毒天赋全力激活，指尖泛起淡紫色光晕。我找准时机，趁黑甲熊挥爪的空隙，身形骤然突进，纵身跃起，握着大锤带着缠绕雷电与剧毒的力量，狠狠砸向他头颅上最脆弱的兽脚根部。这一击我倾尽全力，砰！刺耳的破碎声响起，变异黑甲熊一根兽脚瞬间被砸断，剧毒与电流顺着伤口疯狂涌入体内，摧毁他的神经与血肉。变异黑甲熊发出凄厉惨叫，庞大身躯剧烈抽搐，鲜血喷涌而出。他疯狂挣扎想要反击，却被剧毒与雷电双重压制，动作越来越迟缓。我落地后不给他任何喘息机会，脚步踏地再次纵身而上，高举大锤，使出全力，狠狠砸向他的头颅。咔嚓！清脆的骨裂声响起，变异黑甲熊头骨彻底凹陷，庞大身躯轰然倒地。挣扎几下后，他彻底没了气息，腥臭鲜血染红整片地面，周遭所有人都看呆了。我缓缓放下大锤，周身雷电散去，神色依旧淡漠。这点考验还远远不够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密集的脚步声与嘶吼声，一群被兽性支配的狂暴兽变者正朝这边狂奔而来。他们盯着黑甲熊的尸体，眼神贪婪，显然是想抢夺异兽尸体。我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，清晰感觉到斩杀异兽后，体内的兽变天赋正在悄然变强，周身气血愈发澎湃，显然是斩杀高阶异兽，让我的全息天赋都得到了细微淬炼。而远处那群狂暴兽变者已经狂奔到街道口，足足10几号人，个个眼神猩红，面目狰狞。他们身上都带着兽化特征，有的长出狼耳，有的手臂化作兽爪，一看就是灾变后彻底被兽性掌控的狠角色。那头黑甲熊的尸体是老子的，谁抢谁死。领头的壮汉长着豹头，身形矫健，手里拎着一根燃血钢管，语气嚣张至极，目光贪婪地死死盯着地上的黑甲熊尸体。在这末世里，高阶异兽的血肉、兽核都是能提升实力的天才地宝。其余幸存者见状，吓得赶紧往后退，生怕被卷入这场纷争。连之前被我救下的女生也缩在墙角不敢出声。10几名兽变者将我和黑甲熊尸体团团围住，眼神凶狠地打量着我。见我只有一个人，他们愈发肆无忌惮。小子倒是有点本事，能杀了这头黑熊，不过你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乖乖交出异兽尸体，再把你的兽变天赋秘密说出来，老子可以留你一条全尸。我站在原地，单手拎着拆墙大锤，神色冷冽，眼底没有丝毫波澜，只觉得无比可笑。上一世我就是因为懦弱退让才任人宰割，这一世但凡敢觊觎我的东西都得付出代价。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滚！我的声音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。可这群被贪欲冲昏头脑的兽变者根本听不进去，找死！领头的豹形兽变者怒喝一声，挥舞钢管率先朝我冲来。他身形敏捷如风，速度极快，瞬间便冲到我面前，钢管带着劲风砸向我的脑袋。周围其他兽变者也纷纷嘶吼着扑上来，有人挥拳，有人亮出利爪，想以多欺少，将我彻底围杀。面对围攻，我丝毫不慌，猫头鹰超强听觉全开，方圆数米内的风声、拳风、脚步声分毫必现，每一个人的攻击轨迹都被我精准预判。铁定甲虫加鳄鱼双重防御瞬间开启，任由对方攻击落在身上，不管是钢管砸击还是利爪撕扯，都只能擦出点点火花，连我的皮肉都伤不到分毫。怎么可能？他的防御怎么会这么硬？豹形壮汉满脸震惊，不敢相信自己全力一击竟毫无作用。我懒得跟他们周旋，子弹以400倍怪力瞬间爆发，握着大锤随手一挥，砰！沉闷重击声响起，冲在最前面的2人被锤身砸中，口吐鲜血，身形如断线风筝般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当场昏死过去。剩下的人吓得脸色大变，这才意识到我和他们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。可此刻退路已断，他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。我心念一动，美洲电鳗高压雷电天赋全力催动，蓝色电光瞬间缠绕全身，形成一道雷电屏障。靠近的兽变者触碰到电流，瞬间被电得浑身抽搐，瘫倒在地。紧接着，子弹与剧毒顺着指尖蔓延，我身形闪动，避开杂乱攻击，每一次出手都精准击中对方要害。淡紫色毒素侵入体内，被击中者浑身发麻，四肢僵硬，再无反抗之力。短短10几秒，围攻我的10几名兽变者便倒下一大半，哀嚎声此起彼伏。领头的豹形壮汉吓得魂飞魄散，再也没了之前的嚣张，转身就想逃跑，想走。
我眼神一冷，脚下发力，身形瞬间窜出，速度远超他的暴行身法，一步便追上。随后抬手一锤砸在他后背，咔嚓骨裂声响起，暴行壮汉直接跪倒在地，彻底失去战力。我冷眼扫过地上哀嚎的受辩者，没有丝毫心软。末世就是如此，弱肉强食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对敌人仁慈，便是对自己残忍。解决完这群抢食者后，我走到黑甲熊尸体旁，俯身摸索，很快便在他头颅位置摸到一枚兽核，鸽蛋大小，漆黑透亮，散发着微弱能量波动。这就是高阶异兽的精华所在，吸收之后能大幅强化兽变天赋。我指尖扣住那枚漆黑透亮的兽核，微凉能量顺着指尖涌入体内，四肢百骸瞬间泛起一阵酥麻。猫头鹰感知，电鳗雷电，蚂蚁怪力，铁甲虫防御，齐齐嗡鸣，像久旱逢甘霖，疯狂吞噬兽核里的精纯能量。周围残存的幸存者早已吓得坚若寒蝉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只剩敬畏与恐惧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刚才被我救下的女生缩在墙角，双腿依旧发软，却鼓足勇气朝我走近2步，声音细若蚊迹：“你没事吧？”我没理会她，目光扫过黑甲熊庞大的尸身，心头一动。这等高阶异兽的血肉与兽核，乃是末世最顶级的天才地宝，任何人吞噬都能提升实力，可风险同样致命。普通兽变者一旦乱吃异兽血肉，轻则天赋紊乱，实力倒退，重则被狂暴兽性侵吞心智，彻底沦为只知杀戮的怪物。而我身负水熊虫不死体质与多重完美天赋，能无视反噬，安全吞噬异兽精华，让自身战力稳步攀升。这是我重生最大的底牌，绝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。一旦让人知道我能无副作用吞噬异兽变强，用不了多久，整个末世的强者与势力都会蜂拥而至，将我视为必夺的至宝。想到这，我压下当场炼化的念头，将黑甲熊兽核贴身收好，准备找安全之地再悄悄吸收。可就在这时，猫头鹰超强听觉突然捕捉到西北方向传来密集破风声与沉重踩踏声，数量至少在30头以上，气息狂暴，远比刚才的黑甲熊更加凶厉。我眼神骤然一沉，不想死就立刻躲起来。我冷声开口，幸存者们如梦初醒，连滚带爬冲向最近的商铺与居民楼，死死关紧门窗。那女生也咬着唇躲进一家便利店，透过玻璃门缝紧张地望着我。我将兽核揣入贴身口袋，单手拎起8公斤拆墙大锤，周身雷电与剧毒同时萦绕，双重防御全开，站在街道中央，直面即将到来的兽潮。下一秒，夜色中冲出密密麻麻的黑影，领头的是一头3米多高的变异猎狗，浑身皮毛斑驳，獠牙外翻，口水滴落便腐蚀地面。身后跟着狼形、豹形、野猪形等数十头狂暴异兽，双目赤红，杀气腾腾，显然是被黑甲熊血腥味与我的气息吸引而来，不知死活。我低声嗤笑，脚步一踏，身形骤然冲出，子弹以400倍怪力灌注双臂，大锤带着呼啸风声横扫而出，当头砸向最前面的变异猎狗。砰！猎狗头骨瞬间凹陷，电流与剧毒同时侵入，那畜生连惨叫都没发出，便直挺挺倒地。其余异兽嘶吼着扑上来，利爪与獠牙疯狂撕咬，可他们的攻击落在铁甲虫加鳄鱼的双重重甲上，只溅起点点火星，连皮都破不开。我不退反击，如虎入羊群，雷电天赋全开，蓝色电光以我为中心炸开，成片异兽被电得浑身抽搐，剧毒顺着指尖划过，触之即炭。怪力加持下，每一锤都能轰碎一头异兽的头颅。夜视能力让我在黑夜中如履平地，听觉预判着所有攻击轨迹。我如同暗夜战神，在兽群中纵横无敌，鲜血溅满衣衫，我却毫不在意。每斩杀一头异兽，体内天赋便强上1分。兽核的能量与异兽血肉精华在经脉中奔腾，不断淬炼肉身。水熊虫不死体质与熔源自愈力全程待命，哪怕偶尔被偷袭，擦破一丝皮肉，也在瞬间愈合。短短3分钟后，街道上堆满异兽尸体，血腥味浓重刺鼻。我喘了口气，正准备搜刮兽核，眼角余光却突然瞥见远处楼顶闪过一道冰冷反光。狙击枪是人类，而且是提前有所准备，持有热武器的兽变者。我心头一紧，身体本能地向侧面爆闪。砰！子弹呼啸而至，精准击中我刚才站立的位置。水泥地面被炸出一个小坑，果然有埋伏。我眼神冷到极致。末世之下，最可怕的从不是异兽，而是同类的贪婪与歹毒。话音刚落，楼顶瞬间传来3道冷笑，3道黑影纵身跃下，落地时身形舒展，赫然是鹰形、狐形、蛇形3种兽变者，气息远超普通异兽，显然是提前准备、精心布局的强者。鹰形男子扇动半化的羽翼，悬在半空，眼神阴讽：“小子，斩杀黑甲熊横扫兽潮，本事不小，交出你身上所有兽核，还有兽变秘密，留你全尸。”狐形女子舔了舔嘴唇：“我们观察你很久了，一人叠加多种天赋，这种秘密可不是你能守住的。别反抗，不然让你生不如死。”
说完，三人呈三角之势将我包围，气息锁定，显然是稳操胜券。周围躲起来的幸存者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刚才还无敌的暗夜战神，转眼就要被3名强大兽变者围杀。我握着大锤，缓缓站直身体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弧度。就凭你们！鹰形男子脸色一怒，找死！话音落下，他双翼一震，身形如剑俯冲而下，利爪带着锐风直抓我头颅。与此同时，弧形女子身形一闪，消失在夜色中，显然是准备偷袭。蛇形男子则甩出毒液，腐蚀空气，直逼我面门。3大强者联手，杀机滔天。我眼神微眯，所有天赋毫无保留，全面爆发。猫头鹰夜视瞬间锁定弧形女子隐身轨迹，电鳗雷电覆盖周身，形成防御电网。蚂蚁怪力灌注双腿，猛地蹬地腾空，迎着鹰形男子直冲而上。什么？鹰形男子满脸惊骇，不敢置信。我趁他愣神，一把抓住他羽翼，怪力猛地一拧，咔嚓，骨裂声响起。鹰形男子发出凄厉惨叫，半边翅膀直接被我拧断。我顺势一拳砸在他胸口，剧毒与电流同时灌入，他如断线风筝砸落地面，彻底失去生机。解决一人后，我身形落地，正好迎上弧形女子的偷袭匕首，匕首刺在我身上，同样被重甲弹开。女子瞳孔骤缩，转身想逃，却被我甩出一道雷电缠住脚踝，瞬间瘫倒在地。饶！他求饶的话没说完，便被我补上一锤，当场毙命。最后剩下的蛇形男子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跑，毒液疯狂喷射。我眼神冰冷，心念一动，高压电流顺着地面蔓延，瞬间追上他双腿。滋滋，蛇形男子浑身抽搐，瘫倒在地，动弹不得。我缓步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看着他。谁派你们来的？是青狼帮。他们在镇东建立了据点，老大是狼形兽变者，实力极强。听说你有多重天赋，特意派我们来抓你。青狼帮，我眼神一冷，上一世就是这个帮派，在末世初期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我前世的好友就是死在他们手里，没想到这一世他们竟然主动送上门来。我垂眸俯视着脚下的尸体，将10几枚兽盒贴身收好，转身便要朝镇东杀去。刚迈出2步，身后便传来那个女生细弱的嗓音。青狼帮在镇东占了最大的批发市场，里面少说有几10号亡命徒，你一个人去真的会死的。我脚步未停，只侧过半边脸，声音在血腥味里显得格外冷冽。他们在镇东，那他们已经是死人了。说完，我握紧大锤，身形如一道冷电，撞入紫黑色的末世雾气中。镇东的雾气比老城区更浓，血汗与硝烟的气味搅在一起，黏腻地贴在脸上。越靠近青狼帮据点，凄厉的惨叫与狂躁的兽吼就越刺耳。我在100米外停步，猫头鹰夜视全开，冰冷的目光穿透雾气，将那座粮油批发市场的布防看穿铁皮大门焊死，围墙插满碎玻璃与钢筋。墙头站着持钢管砍刀的兽变者，一个个眼神凶厉得像拴不住的疯狗。前后3道岗哨，3处暗弩，8名巡逻兽变者。最深处的仓库里，一道狂暴如海啸的气息盘踞不散。青狼帮帮主，黑狼兽变者。上一世，他就是靠吞噬同类与异兽血肉强行拔高实力，手上沾了上百条人命。这一世，他竟敢主动来惹我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来给你们帮主收尸！话音落，我脚下猛地蹬地，子弹以400倍怪力爆发，身形如离弦之箭直冲大门。找死！守卫嘶吼着，掷出长矛，尖锐矛尖破空而来。我不闪不避，铁钉甲虫搭配鳄鱼双重重甲全开，当长矛撞在胸口，直接弹飞，连一道白痕都留不下。下一秒，我已冲到铁皮门前，单手抓住门框，怪力猛然一扯，轰隆！焊死的铁皮大门被硬生生撕成2半，钢板扭曲如废纸。墙头上的守卫吓得魂飞魄散，刚要喊人，我抬手一甩，高压电流顺着墙体窜上，滋滋，几人浑身抽搐，直接从墙头栽下，昏死过去。有人闯坛，是那个杀了黑甲熊的怪物。警报声炸响，数十名兽化后的青狼帮成员从2侧冲出，手持凶器疯狂扑来，杀了他，抢他的天赋。我眼神冰冷，周身雷电暴涨，拆墙大锤横扫而出，砰砰砰，冲在最前的几人被一锤砸飞，骨裂声接连不断。美洲电鳗天赋全开，蓝色电光以我为中心炸开，3米之内无人生还。子弹以剧毒附着锤身，沾之即弹，触之即毙。双重防御之下，砍刀劈在身上，只见火星，利爪撕咬，如同挠痒。我如入无人之境，每一步都有人倒下，鲜血染红地面。3分钟不到，门口守卫全灭，哀嚎遍地。我提着滴血的大锤，一步步走向最深处那间仓库，一脚踹开铁门。仓库内灯火昏暗，10几名被铁链锁住的幸存者蜷缩在角落，瑟瑟发抖。正中央，一道2米多高的黑狼兽变者坐在油桶堆成的王座上，浑身漆黑鬃毛，狼眼猩红，嘴角淌着咸水，周身气息狂暴到扭曲空气。他就是青狼帮帮主狼图。狼图舔了舔爪子上的血，狞笑出声：不错，竟然能杀到我面前，多重天赋的肉身一定大补。说完，他
他扫过角落的幸存者，语气愈发残忍。这些人都是我的养料，吞了他们，我就能再进一步。你来了正好，连你一起吞。他猛地起身，身形如黑影扑杀而来，狼爪带着撕裂空气的锐度，直抓我头颅，速度、力量、凶性都远超之前的黑甲熊。我眼神凝重，所有天赋瞬间拉满，夜视锁定轨迹，听觉预判攻击，怪力灌注双臂，重甲覆满全身。当狼爪与手臂碰撞，金铁交鸣，气浪掀飞，四周杂物。他猛地起身，身形如黑影扑杀而来，狼爪带着撕裂空气的锐度，直抓我头颅，速度、力量、凶性都远超之前的黑甲熊。我眼神凝重，所有天赋瞬间拉满，狼爪与手臂碰撞，金铁交鸣，气浪瞬间掀飞四周杂物。我退后2步，狼图也被震得一顿，居然能接住我一爪。他瞳孔骤缩，你的防御，我不等他反应，主动出击。大锤带着雷电与剧毒横扫他腰腹，狼图反应极快，侧身闪避，利爪同时扫向我脖颈，两人瞬间缠斗在一起，爪影、锤风、雷电、剧毒在狭小仓库内疯狂碰撞。狼图越战越精，因为他的利爪根本破不了我的防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他彻底疯狂，我不信杀不了你。话音未落，他猛地张口，喷出一道黑色冲击波，所过之处货架融化，地面冒烟。下一秒，他彻底呆滞，满脸不敢置信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不死？你不知道的还很多。话音未落，我身形骤然突进，瞬间闪至他面前，左手抓住他狼爪，怪力一拧，直接掰断，右手高举大锤，灌注全部力量，雷电与剧毒狠狠砸向他头顶。咔嚓，狼图头骨瞬间凹陷，黑色血液喷涌而出，他连惨叫都发不出，庞大身躯轰然倒地，抽搐2下后彻底死寂。被锁住的幸存者们全都瞪大双眼，满脸不可置信。我弯腰在狼图头颅内摸到一枚漆黑如墨的兽核，将它连同其余兽核一同揣进贴身口袋，转身看向角落瑟瑟发抖的众人。接着我抬手攥住拇指粗的铁链，微微发力，铁环应声崩裂，清点物资，加固门窗，不要出声。众人不敢怠慢，慌忙起身收拾残局，搬运粮油，封堵窗口，收拢可用武器。整个仓库只留下轻微的挪动声。安排妥当后，我走到仓库外侧阴影处，背靠墙壁闭目调息。兽核的温和能量缓缓流淌，感知、力量、防御都在悄然攀升，气息内敛，不露半分锋芒。再度睁眼时，眸底冷寂如冰。远处的夜色里，隐约传来几声狂暴的兽吼。猫头鹰的超强听觉瞬间捕捉到远方异动，不是兽潮，不是追兵，而是数辆改装越野车的引擎声。低沉轰鸣正沿街道朝批发市场方向驶来，车上之人气息沉稳，训练有素，绝非普通散兵游泳。我眼神微沉，握紧手中拆墙大锤，闪身躲到立柱之后，周身气息彻底收敛。在这末世初期，敢开车横行的，要么是军方残留力量，要么是装备精良的大型掠夺团伙，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来者不善。片刻后，3辆越野车停在批发市场门外，车灯熄灭，10几道黑影迅速下车，手持制式砍刀、弩箭，甚至2把自制霰弹枪，动作整齐，直奔仓库而来。为首一人眼泛油光，竟是灰兽化的高阶兽变者，气息比狼图还要凝练几分，里面有活人的气息，还有黑狼那家伙的残留血迹。进去搜兽核、物资、天赋者，全部带走。是头。众人应声迅速逼近仓库大门，我站在阴影里一动不动。夜视之下，他们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次呼吸都清晰无比。人数占优，装备精良，有远程火力，还有个实力不弱的头目。这是我重生以来遇到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势力，即便硬碰硬不吃亏，硬扛枪弹也难免受伤。贸然暴露全部天赋，更是自寻死路。想到这儿，我缓缓调整呼吸，指尖泛起一丝微不可察的蓝色电流。半夜感知、重甲雷电、剧毒怪力自愈，所有天赋在这一刻悄然蓄势。仓库门被轻轻推开，第一道黑影持砍刀率先探入，目光警惕地扫视黑暗。我脚下无声踏出，身形如鬼魅贴到他身后。不等此人惊呼，左手死死捂住他口鼻，右手微屈，淡紫色剧毒指尖轻轻一戳他后颈，对方身体瞬间僵硬抽搐，连挣扎都做不到，便软软倒在我怀中。我将他轻放在地，不留半点声响。放倒第一人后，第二人紧随其后进入。刚迈出2步，脚下突然触碰到一道微弱电流。我早已借着夜色，将电流顺着地面铺成细小陷阱。滋滋，微弱电流不足以致命，却让他浑身一颤，动作僵住。我顺势从阴影中冲出，大锤横挥，用锤身侧面狠狠撞在他胸腹之间。闷响一声，此人弓腰倒地，昏死过去。2个废物，磨蹭什么？低沉呵斥声响起，第3名成员握着弩箭快步闯入，刚扣弦瞄准，便被猫头鹰夜视精准锁定动作。我侧身避过弩箭，身形骤然贴近，单手抓住弩身向上一掀，下一秒电流顺着弩身传导，对方浑身发麻，松手倒地。连续3人被悄无声息制服后，门外的灰猎狗头目终于察觉到不对，进去3个人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话音落下，他挥手示意4人呈战斗队形突进，自己则手持自制散弹枪守在门口侧面，眼神阴激到了极点。4人冲入仓库，分散包抄。紧接着，我不再隐藏，身形骤然从立柱后冲出，子弹以怪力灌中手臂，大锤带着破空声横扫而出。砰！最左侧1人被瞬间砸飞，其余3人见状惊呼，挥刀便扑上来。我不闪不避，铁定甲虫与鳄鱼双重防御全开，砍刀劈在肩头，只擦出一串火花，连白痕都未曾留下。什么？3人满脸惊骇。我反手一锤砸倒1人，指尖电弧迸发，击中第3人胸口，将其电瘫在地。最后1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要逃。我脚下一蹬，身形瞬间追上，一记手刀劈在他后颈，彻底制服。短短10秒，冲入仓库的7人全被我以最小体力、最低暴露解决。门口的灰猎狗头目脸色彻底变了，他终于意识到里面不是待宰的羔羊，而是一头蛰伏的暗夜猛兽。里面的人出来！头目握紧散弹枪，低吼道：“我知道你很强，但你能扛住子弹吗？交出物资和兽盒，我留你全尸。”我缓步走到仓库门口，单手拎着大锤，周身气息冷冽如冰。夜色中，我与他遥遥对峙。门外还有近10人，2把散弹枪，3把弩箭。头目更是实力不俗，硬冲必中枪弹，硬扛必受创伤。想到这儿，我眼神微冷，心中已有对策。想要兽盒，自己来拿。我声音平静，却带着十足挑衅。头目怒极反笑，找死！话音落下，他挥手示意手下散开包抄，自己则率先迈步朝仓库门口逼近，散弹枪口死死对准我的胸口。我站在门内阴影里，一动不动，夜视全开，锁定他每一步落脚位置，听觉全开，捕捉他扳机微扣的细微声响，雷电、剧毒、怪力、重甲，全部蓄势待发。3步、2步、1步，头目已冲到门口，狞笑着扣动扳机。再见！就在枪响前的刹那，我动了。我没有硬扛，而是顺着门框侧身，同时脚下猛地一蹬地面，将电流提前铺在他必经之地。霰弹擦着肩膀飞过，击中后方货架，木屑四溅。头目瞳孔骤缩，还没来得及换弹，脚下突然传来一阵麻痹感，是电流。我抓住这1/1000秒的空隙，身形如箭冲出，大锤高举，却没有砸向他头颅，而是狠狠砸在他持枪的右臂。咔嚓，骨裂声刺耳，霰弹枪应声落地。紧接着，头目惨叫一声，悍然扑来，灰猎狗兽变得利爪，带着锐笑直抓我咽喉。我不闪不避，肩头重甲硬吃这一爪。当利爪被弹开，他反倒被震退半步。不可能！他满脸不敢置信。我眼神冰冷，再无废话，一锤砸在他胸口。砰！头目倒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昏死过去。剩下的人吓得魂飞魄散，再不敢上前，转身就要逃。我眼神微冷，缓步跟上，不是要赶尽杀绝，而是在末世里放过逃兵，就等于给自己埋下定时炸弹。可我没打算追，我用猫头鹰的超强听觉早已锁死所有逃兵的轨迹，哪怕他们钻巷弄、堵门板、屏住呼吸，狂乱的心跳在我耳中也如黑夜明火，无所遁形。我心念一动，每周电鳗的800伏高压电流顺着露水浸透的水泥地无声蔓延，滋滋，电流混着闷哼，接连响起。不过10秒，四散的喽啰尽数瘫倒抽搐，没了行动力。我缓步走到其中1人面前，8公斤重的拆墙，大锤顿在他身侧，水泥地瞬间砸出浅坑。谁派你们来的？我的声音冷得像冰。他抖成筛子，是黑市帮，老大是野猪兽变的张彪。本来想黑吃青狼帮，没想到被你端了老巢。说完，他咽了口唾沫，又抖着爆出2个消息。刚才跑出去的兄弟已经用对讲机喊了大部队。我垂眸扫过地上的活口，指尖发力，弹子似子弹以剧毒刺入他后颈，对方瞬间僵硬，没了声息。末世里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不到5分钟，远处公路传来越野车轰鸣，刺眼车灯划破晨雾，3辆焊满钢板的越野车直冲仓库门口，轮胎摩擦地面，发出刺耳尖啸。车门齐刷刷打开，20多个持械匪徒蜂拥而下，为首的是个身高2.5米，浑身黑影鬃毛，半兽化成野猪头的壮汉，2颗獠牙外翻，拎着雪亮开山刀，正是黑市帮帮主张彪。他扫过满地手下，又看向孤身的我，先是一愣，随即气急反笑。我当是什么狠角色，端了青狼帮，原来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。识相的滚出仓库，交出所有兽盒，老子留你全尸，不然连你带里面的人全剁碎喂狗。话音落下，他身后的匪徒跟着哄笑，3把霰弹枪齐刷刷对准我，满眼贪婪与不屑。我懒得废话，淡淡吐出一个字：滚。张彪笑容瞬间消失，怒吼一声找死，挥着开山刀猛冲过来，野猪兽变的蛮力尽数爆发，脚下水泥地都被踩裂。他身后的匪徒蜂拥而上，霰弹枪同时扣动扳机，钢珠带着破空声朝我倾泻而来。我眼神一凝，猫头鹰听觉早已预判弹道，脚下猛蹬，身形侧闪，钢珠擦着我砸在身后墙上，碎石四溅。与此同时，铁定甲虫加鳄鱼的双重防御瞬间拉满，周身泛起暗影。
银色，甲壳光晕，迎着冲在最前的张彪，我不闪不避，子弹以400倍怪力尽数灌注双臂，高举大锤狠狠砸下，当金铁交鸣的巨响震得耳膜生疼。张彪只觉排山倒海的力量顺着刀身传来，双臂发麻，虎口崩裂，鲜血直流，开山刀直接脱手飞出。他满脸惊骇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反手一锤横扫，狠狠砸在他腰腹之上，咔嚓，骨裂脆响炸开。张彪庞大的身躯被砸飞数米，重重撞在越野车上，挡风玻璃瞬间碎裂，他一口鲜血喷出，当场毙命。一招秒杀黑石帮帮主，剩下的匪徒瞬间僵在原地，嚣张尽数化为恐惧。我没给他们反应时间，心念一动，800伏高压电流瞬间爆发，以我为中心蔓延成密不透风的电网。冲在最前的几个匪徒刚要扑上来，脚底触到电流，浑身抽搐，凶器哐当落地，直挺挺瘫倒在地。2个躲在后面放冷箭的弩手刚扣动扳机，就被我精准锁定。我纵身跃起，躲过弩箭，身形如鬼魅贴到2人面前，指尖泛着剧毒，轻轻一戳他们后颈，2人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便僵硬倒地。剩下的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往车上跑。我脚下发力窜出，大锤接连挥出，砰砰闷响不断，每一锤落下都有一个匪徒倒地。前后不到2分钟，20多个全副武装的黑石帮匪徒全军覆没，无一生还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天际突然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，我猛地抬头，3架军绿色武装直升机正朝小镇飞来，机身上的红色标识，我上一世到死都记得，那是官方幸存者基地的专属标识。这场席卷全球的兽变天灾才刚刚拉开序幕，而我注定要在这血与火的末世里站上世界的顶端。